震惊！5000万人围观，落魄中年男子竟然深夜手持剃须刀，对着直播摄像头做这种事。互联网初代幕网红、电冰箱、毁灭者、工匠大师、卖票高手，只喝中杯的罗老师，在经过无数次预热后，终于在4月1号在抖音开启了卖货生涯。大家好，今天从资本的角度聊一下罗老师。其实我并不是罗粉，也不想和任何人 battle。主要最近聊这个人太多，分析的又太烂了，基本只看到了冰山一角，根本不去思考这个事件背后的暗流涌动究竟在哪。老罗的棋多数人没懂，他们聊的主要是这么几个角度：中年男人生活不易，下饭心酸，只好多才多艺来卖身还债，亦或是罗老师都是男粉，没消费力，长期不看好之类的。其实从我的角度客观的看，罗老师带的货其实是金融产品。整个事件老罗微博发了几百条动态，但影响力最大的实际是第一条宣布搞电商那条动态的第一句话，无论是变现正文还是状态正文，第一句话都是看了招商证券那份著名的调研报告后，我要去搞直播了。这句话吃瓜群众当然直接就过滤掉了，但大家可以想想，罗老师这么久不发声，选择发声时必然是一句废话都不会有。但搞金融的估计都能意识到，老罗这一句话，就算这个著名的调研报告根本不著名，这下也著名了。该券商的消费组今年新财富应该也稳了。这里也说一下，新财富是一个搞评选的机构，他们每年的中国最佳分析师排名评选可以理解成资本市场的青春有你，每年都有近1000家机构的不同行业的分析师评选，也是投票制，每个人需要去拉票，让更多的人 pick 你。只要你成为了这个领域行研的 CV dancer， 显著的收益就是收入暴增，各个券商都会挖你来转会。更厉害的是，只要操作得当，甚至可以具备雄厚的资本调度能力。不管多远的距离，越努力就越靠近。My dream, my dream。大家的传统线上拉票方法，过去是写诗含蓄拉票，变成了各种短视频、才艺展示、花式拉票。我觉得他们迟早会为了拯救公司成为 UP 主的。大机构的分析师还是优势巨大的，只要你来自大机构，很多的目光都会为你撑腰，哪怕你组里的实习生根本不大会分析，小小的你也可以勇敢去闯。其实大家可以这么想，金融市场也需要有人来带货，但金融的货本质都是故事。比如作为一个分析师，你的报告要是能让更多的人相信中国人都爱喝咖啡，那你就是个高手。不过这些人的能量再大也没大过罗老师，因为罗老师让那份关于直播电商的调研报告出圈了。招商证券是第一份报告，那些搞互联网的、搞自媒体的几乎人手一份，很多的企业主也在讨论。这也证明了老罗在不同的圈层都有着很强的穿透力。那个报告都写了些什么呢？它的标题是直播电商三国杀，从猫拼狗到猫快走。一句话概括内容就是，直播领域抖音牛逼，快手也还行，抖音已经到了可以和淘宝天猫分庭抗礼的阶段。因为我不搞零售也不搞服装，没法评价分析的专不专业，但这会让很多人莫名的相信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也是未来电商一极，这是相当有想象力的一个故事了。公司上市初期，想象力就等于市值。这里也顺便说一下，锤子科技是字节跳动接的盘。其实字节跳动这家公司这半年一直有点梭哈，上线借贷产品放贷，猛推教育产品，海外疯狂扩张。从个人感情上来说，我对这家公司好感一般，远不如 B 站一直边界清晰，稳扎稳打。在老罗发出那条微博后不到1周，老虎环球基金高调宣布早已成为了字节跳动的股东，估值近1000亿美金。老虎基金是在市场中呼风唤雨的对冲基金，当年袭击香港汇市有他一份。当然老虎也投出了很多独角兽，比如曾估值380亿美元，现在已经凉了的电子烟 Juul。如今字节跳动也到了 IPO 前期，是投资者认购老股转让的关键期。从这些新角度看，大家的思路有没有得到拓展？大家不用感谢 Not at all， 弹幕给我刷个666就好。当然招商证券也算是风格相当激进的流派，他们的研报是牛市梭哈标配。发布网红报告的消费组又紧跟热点发布了系列2，从直播电商的春秋战国看 MCN 的进阶之道，简直有上下级的感觉。这几年研报的标题要是起的不骚气，肯定躺在大佬的邮箱里，不会引起大佬的注意。标题里的 MCN 就是 Multi-Channel Network， 因为老外习惯用频道 channel 这个词，但在国内基本上指的就是网红孵化行业。这篇报告就没出圈了，说的还是那些逻辑。说实话，如果罗老师不提，我肯定是不会追这个系列的。当然我知道一定有人说这些肯定只是巧合而已，所以这里我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锤子科技是一个持续亏损负债6亿的企业。大家都知道老罗是锤子科技的灵魂人物，还签了无限连带责任。当一个巨头收掉另一个有巨额负债且亏损的企业时，这个签了无限连带的人是没可能立刻放飞想干啥就去干啥的。立刻更换 CEO 的操作也有，但都是没签无限连带责任的，这可以说是一个常识性的概念。那么以下是我纯个人的猜测和 YY， 不代表任何人啊。像锤子科技这个规模的接盘，一般这个环节的谈判，双方企业未来长期的规划与资源互换方式
是要多详细有多详细的，交易是要分多层次的。而锤子科技中老罗的知名度有巨大价值，所以老罗的卖身契具体是什么，是一个重点要谈的环节。比如长期给抖音做电商直播，甚至当初老罗做电子烟也是用的接盘后锤子的团队。总之，他与字节跳动的关系更像是高管与企业的关系了，只是没必要向大家坐实这个关系，那样也有损罗老师商业价值。这里我再向大家说明一下，老罗的能量确实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大。RedHub 每年都会在全网收集600多万条主流媒体的资讯做分析，上图是国内最受关注的人物前10名，可见老罗是一个典型名声远大于能力的人。当然，究竟是好名声还是坏名声我们姑且不谈啊，但是创投圈对他总能在万亿级别的赛道搞一搞的人设确实是认的。因此回到这次直播，从字节跳动的角度看，靠罗老师说说脱口秀赚点钱是次要的，拉新用户也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把直播电商这一故事展现给需要看到这个故事的人，包括但不限于资本圈、MCN、二线主播、各个品牌商、产品供应链生产方等等，让上市前的故事更 sexy。 而那些新财富分析师咋分析也达不到这种效果。那么回归本质，直播电商这个模式到底意味着什么呢？4月1日当晚，在北京798的一个厂房里，罗老师的团队和他几千封邮件中筛选出来的10来个品牌方一起造势成功。其中确实比较尴尬的一块就是某投影仪企业花了高价与老罗合作，董事长现场发出10万红包，但老罗却把投影仪的品牌说成了他们竞争对手的品牌。凤凰科技的记者在现场写的报道，在老罗把名字念错后，这个投影仪品牌方的董事长当时笑容逐渐消失，并走出去抽了根烟。虽然罗老师第一场卖的是雪糕、瓜子、小龙虾，明天说不定就可以直播卖汽车、卖老洋房、卖公司，一定有新噱头。不过造势他是全网顶级，业绩只能说一般了。快手网红辛巴，对，就是那个给武汉捐了1亿多，在自己的婚礼上请了一票明星的辛巴，一天最多卖出过21亿，他带的徒弟都比罗老师业绩好。而且同样是4月1日晚，薇娅在直播间卖火箭发射服务，售价4000万，定金50万，这明显是个营销事件啊。可当场还是有800个人付了定金，这800个民族企业家始终惦念着“俄海难忘中国红”的建国同志，希望赞助他一程，看看红领巾在真空下是什么形状。这也说明线上卖啥的场景都存在。回到商业模式的话题，某些品牌官就罗老师这个热点当起了新零售导师，说了老罗男粉少，美妆才好做，美妆90%都是智商税，这些冒牌导师只会让直男对美妆的误解越来越深。其实他们并不会去想，人们对美妆产品个性化需求极高，很多产品天然就适合在线下买，比如香水，你总得闻一闻才知道香不香啊；口红，你总得试试色才知道亮不亮。如果线上买香水，主播说了一句真香，你买回来发现没那味儿，开了包装，退货又退不了。所以在我看来，线上买香水这种通过屏幕难感知的物品，他说香你就买是风险投资，而线下买香水是稳健投资。虽然多付出了一些溢价，但你买到不喜欢的东西的可能性基本为0。所以在精打细算买东西上，我们男同胞只有被小仙女毒打的份。很多直男以为女朋友在交智商税，其实人家是临险大师。大多数情况不要怀疑仙女们的勤俭持家，你的怀疑只是经验缺乏。你若不信，问问你妈。另外，那些说美妆产品90%的利润都被渠道商赚走了的，有没有想过，如果说你要与你未来喜欢的香水来一场约会，那么这场约会总要有个场所吧？我不知道那些导师们是否知道，1、2线城市的商业地产每天每平租金几块钱，物业几块钱，空调用多少匹的合适，装修成本是多少，装修完垃圾清运费是多少，怎么和物业撕逼，过2级消防你要打点哪些大佬，线下销售员的销售提成要不要比主播高。所以我倒觉得未来越是像电子产品这种标品越适合在线上买，而那些强调与个人特性匹配的产品，首次购买依旧是适合线下的，线上只是复购的场景。因此全民直播电商是个伪命题，或者说你要是没自己的供应链，并不能靠这个风口有多大的收益。这也是国内直播电商商业模式难出海的原因。阿里、拼多多、快手、抖音都很难在国外成功立足，毕竟每在一个地方做电商就要整合一大堆供应链。目前国内互联网出海最成功的2款产品，一个是字节海外版 TikTok， 一个是 YY 旗下的 Bigo Live，2款产品全球月活都过4亿了，都是短视频加直播产品。他们会把未来的盈利模式先定位成什么呢？目前都会先用教育产品切入，因为移动支付这个事儿，腾讯、阿里5、6年前就已经趟过路并且失败了，被当地各种监管部门毒打。
电商也很难做。但后来他们发现英语地区国家的学英语的诉求，帮他们满足一下还是很人畜无害的，天然适合直播形式，而且内容的生产也不需要那么多本地资源。这也是去年年底快手66.6亿流量扶持教育，张一鸣在全球战略上反复强调教育的原因啊。他们的策略都是利用国内的技术团队，在国内市场先把模式打磨好，然后出去教一教印度人。Are you okay? Very, very important. 那么问题来了，在国内你想在英语老师里找出 IP 一样的存在，这个人是谁呢？罗老师还真就是稳坐第二把交椅，竟然绕了这么远还能再回到罗老师，不愧是头把交椅肯定还是新东方的于老师了。3号位应该是著名乡村教师啊。对字节跳动来说，罗老师这一教育资源大概率会用，这个确实不是我硬扯。字节看上了锤子的那点专利，就是想应用在教育上的。如今锤子的核心团队已经并入字节新实实验室了，是重点发展教育硬件的实验室。这里也提一下罗老师的坚果 TNT， 虽然是个笑话，但大家也不要过多的嘲笑，因为如果降维到智适应教育场景用， TNT 真的是非常牛的存在，甚至比我参与的一些 AI 教育产品厉害，我个人是服了。最后以另一个英语老师的故事结束这个视频吧。于老师创办的新东方在上市前期，于老师分别在香港、新加坡、美国路演认购，每到一站路演就会发现下面听会的大佬都说当初是他的学生，最后60多亿美金大部分都是他当初的学生搞定的。当初93年左右出国的人，很多人在10几年后已经成了美国各大基金的中坚力量。今日做空瑞幸的浑水，昔日做空新东方时，他的学生们对新东方的看多和其他国内企业家的相助，才使得最终新东方股价未彻底跌穿。20年前罗老师的学生们现在又在哪里呢？